Don't know the price of time until you know what life can buy. You know I hope the world's been kind. Hope you can see it in my eyes that I've been everywhere and nothing is new, and I've done everything I've set out to do. I'm nothing without you, without you I'm nothing at all. Now I'm back where I belong, no matter where I go. It's been here all along, I finally made it home. I finally made it home. 大家好啊，我是安小月，本期带来的是2025年波士顿马拉松跑者周末。这次波马没有了成绩的目标，对外甚至一直宣称剑指330，再加上 training partner 瓜哥赛前1个月受伤了，傻瓜组合一起训练、一起比赛的愿景算是被彻底的击碎了，所以整体心态上反而颇为放松。过来见一见许久未见的跑友，感受一下百年波马的气氛，甚至跑了这么多回波马，大多数时候都是埋头冲，这回算是第一次全程享受了一把赛道。我的最终成绩是2小时59分09秒，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了。去年是跑了2小时56分38秒，但后半程崩得一塌糊涂。这回呢，基本上就是长距离的一个体感。我想，如果明年130周年再来的话，按照自己的赛道策略和经验严格的执行去冲一把，应该能跑出一场不错的波马了。好了，关于比赛结果基本上就这样。但马拉松从来就不只是比赛而已，尤其是对于朝圣百年波马而言，跑了这么多次波马了，心中确实没有了第一次的兴奋，但波马仍然是最特殊的。如果从 Prudential Center 出去沿街道走向 Haines Convention Center， 一路上呢都会是背着号码布袋子的跑者，街头橱窗里挂着蓝黄配色的旗帜，每一处细节都提醒着你，这是波士顿马拉松的周末。但我们是在末里面穿过去，所以人呢会比较少，这也是给之后想要不在 Expo 门口排长队的朋友们一点小提示吧。你可以从 Prudential Center 一直穿到波马的 Expo。在末里呢也有各种跟波马相关的展位，比如这里呢是 BOA 的小摊位，我们玩起了投盘子的小游戏，圆盘掉到最底下的格栏里必须有 BOA 的标志才算成功，静姐和光伟都差一点，我呢运气则稍好一点，拿到了这个波马的杯子啊。不过赛前抽中杯子，我觉得并不算是一件好事吧。我们前方就是 Haines Convention Center 波马的 Expo 所在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边已经开始有安检了。Pro 3还是 Pro 4？ 很重是不是？很沉。我是不行。好了，就这个，往里走呗。这个每年的仪式就是这样啊。对啊。绕个圈儿。就是显你这个。对。因为都知道这些跑波马的能跑，先耗一耗你的精力。进到 Expo 大楼里，就开始了经典的波马入场转盘节目。这么多马拉松，真的只有波马是如此的不同。你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来到这里的跑者都是跟你一样挥汗如雨，拼尽了心力的，因为他们的身材就是一看非常 fit 的那种身材。所以你看到走在这个转盘里的跑者，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需要绕这么多。路上我们还遇到了珊珊，她这次不跑，专门过来加油。
静姐这次不是受伤了嘛，所以问了她很多问题。珊珊不是专业的 PT 嘛，比较懂一些。朋友们，说实话，我觉得今年的人比往年要多，而且我几乎是跟往年同一时间来的。波马的领号是按照波次分区的，我们先是在红色的一区去领取我的号码布，然后呢陪静姐领取她的。在领取号码布的区域，经常会遇到手里拿着那种透明装备袋的人们在那交流，有人呢认真核对自己的起跑时间，有人则是四处张望寻找队友。我应该在这儿2600到3199。你是哪个船？这件衣服，这里头有一些电解质水啊，还有一些永远用不上的东西。波马的号码是严格的按照报名的成绩排的，我从成绩最高的1011号一直掉到了如今的2772号。除了自己确实这些年没什么进步吧，也有近年跑者整体实力大幅提升的原因。你的9000多号，每个大比赛呢都有名字墙，成千上万个名字密密麻麻的排在一起，很多人停下脚步寻找自己那一行名字，会合影留念。我呢一般就不去凑这个热闹。现在在逛街，然后呢我就坐在这个地方，直接席地而坐，等着。这两天就是歇腿再歇腿。瓜哥他们到达波士顿的时间比我们晚1个小时，所以之后呢我就在 Expo 里头等待，中间饿了呢就去 Mountain 的展台买了一些 bar 和胶来吃。之后等到瓜哥，一不小心发现我们今天的装备除了裤子以外基本上是1:1的复制，所以做作的拍了合照。这家伙后来还弄了个卡通版的。在要离开 Expo 的时候，光伟说旁边有一个纪念照的展台非常不错，能第一时间出一张值得纪念的照片，还可以写下自己这次跑马的 course。 我没有怎么想就写下了 Run for my mom。 今年呢也是母亲因为白血病走的第5年，倒是正好切合了这个展台的标语吧， This way to better health。 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吧，咱就不多说这个。从 Expo 出来之后呢，目标就只有一个了，就是加滩。我们一开始的计划呢是去 Expo 旁边的 mall 里头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结果大多数是一些豪华的餐馆或者是快餐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意面店，结果还没有坐下来吃的地方，于是呢就大家一块儿决定说去终点旁的日本拉面店。到了之后呢，就发现是我在新泽西常去的米醋瓦家的山头火，但是今天排队据说要半小时以上，此刻我们都已经非常饿了，所以 NJ 就提出就在旁边的那家希腊餐馆加炭。带着这有什么可以拿来加炭的这种疑问呢，我们大家走进去了，结果其实还行啊，基本上就是烤肉加上米饭加上大饼。烤肉大家就是随便吃一点，你像米饭和大饼完全可以用来加炭，对不对？除了少了点蔬菜吧，其实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加炭的好的选择。看来要干大事情。剑指330啊！中午加完炭之后呢，我和瓜哥的计划就是去图书馆学习，这也不是说临时决定的，就是我们很早就已经计划好了。图书馆的名字叫做 Boston Public Library， 就在波马的终点旁边。波马终点照例是人头攒动，我就不废话了，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吧。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跟瓜哥正做作的往前跑，然后这位同学来了一句说：“最后这一段留给后天。”
手把我的头像打的同时，头像打上去的同时，把卢安发的那个环规第1条不准大鹏展翅。来，这位同学，明天在这儿，后天等我是50分钟。拿 post 那个。后天在此不见不散。我剑指330，50分钟你就看，他要等我50分钟，你就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了啊。Boston Public Library 也算是著名的打卡景点了，所以这里你会看到很多的游客，但任何人都是可以来这里面自习的。记录一个主角是挂科的人的事。博物馆感觉跟博物馆。所以如果你在这儿看书的话，就相当于是被一群人围观。坐下来之后就开始晕碳，大学时期中午去图书馆自习的那种记忆又回来了，熟悉又陌生。反正我记得我那天下午是基本上没怎么看进去书。从图书馆出来之后呢，我们决定在晚饭前先喝一杯奶茶，路过了著名的3一教堂 Trinity Church。今年波马赶上了 Easter Monday， 也就是复活节，宗教人士呢可能会对这些比较感兴趣啊。奶茶节目就没有录视频了，我们去的那家店叫慈禧，里面还卖甜品，真的是备受诱惑啊。思考再三，还是没有下手。晚上加炭，我们去了唐人街的一家湘菜馆子，因为瓜哥还没有体验过波士顿比纽约还破的地铁站和车厢嘛，所以我们在地铁和共享单车间选择了坐地铁。结果实际来的车是翻新过的啊，不过开得慢倒是一不对比纽约更加简陋的地铁站。朋友们，而且波士顿这个地铁走的甚至还没有你跑得快。还有翻新过的，那时候什么中车还是啊？对，这个有点，哎，后面就有辆。还有台阶。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他们在那里面还不错呀。不好意思，这位同学，你不小心坐了一个刚刚翻新过的车，不是以前那种旧车，所以你没有体会到最 authentic 的体验。这个上面的玻璃都很老旧了。咱们刚才坐的那个还是已经翻新过的。这个地方我起码来过2、3次。城里面坐 bus 搂的话，就在这儿搂。这不咱们去年受冻的地方。晚餐在餐馆里等一起吃饭的小伙伴等了一会儿，实在是困极了，戴上眼罩就开始补上在图书馆没有睡的觉。晚餐呢，则是继续的干饭，和加拿大91 Camp 的朋友们叙旧、照合照，还见到了 Tony。一向稳定的提神，这回波马也没有好的状态，只跑了2小时49分。波马确实是太难跑了。你说看了2、3张照片，对吧？可以啊，很强。你这个是干啥的？光盘型的。吃的很干净，这脑袋太大了，拍的。镜头太近了。
饭后回程开始下雨了，这也意味着开始降温，大家期待着有好的比赛天气。周日的早晨和 Max 还有 NJ 的计划就是去跑伤心坡，当做波马赛前一天的 shakeout run。因为1个月前刚开车实地走过赛道，又跑过波马的模拟跑，对牛顿四连坡已经非常熟悉了。加上这一次赛前为跑友们制作波马赛道的策略视频，不知看了多少遍整段的赛道，路线已经像刻在脑子里一般清晰。转过牛顿消防局的拐角，市政厅前那一段短暂的平路，第一个缓坡到最后一个伤心坡，每一个坡的长度、坡度，每一个可能遇到加油团的位置都一清二楚。想到明天这里将迎来万千跑者全程欢腾的盛状，我的心情不自觉就开始激动起来了。路上遇到了一组华人朋友，整齐划一的在爬坡，气氛特别的带劲儿。到了伤心坡顶呢，我们下来的时候再次遇到了，还停下来交流了几句，感觉大家都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在迎接明天的大考。shakeout run 本来就是没有配速压力，更多的像是一种仪式感，告诉自己，真正的战斗是在明天。哎，这个风可以，这个风可以，比赛要是这个风就可以。把我们吹上坡，这感觉有点是被往上吹的感觉。应该说是最大风有30多迈的。对啊，模拟。Morning。平常在这边跑就很好呀。对，他们就很多人就在这儿跑嘛，就跟我们没事去刷哈拉姆也有一样的感觉。清水坡，前方准备开始，1、2、3，清水。其实没有这么一说的话，肯定是早就心碎了。我把那个标牌给大家照一个。我感觉我比赛的时候都没有抬头注意过。我和 Max 还有 NJ 在恭喜你成功征服了伤心坡的条幅下合影留念。刺眼的阳光洒下来，连条幅上的字儿都显得非常的模糊。而第二天的比赛日，摄影师嘉诚拍下了另一张照片，瓜哥的背影，身上新风队服的 logo 正好映衬在这条幅之下，画面有一种很妙的意境。此刻的我们轻松快乐，带着一点点期待又很平静的心情。明天当我们再次跑上伤心坡的时候，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NJ 这次并不参赛，他专程过来给大家加油，所以今天的 shakeout run 也是提前考察加油点的机会。不过后来事实证明啊，真正的比赛日当天，一切都会和预想当中的不太一样。只有在比赛当天现场加油攒下来的经验才是最有价值的。回程的路上再次看到了此刻安静的牛顿消防局，想到第二天这里的人声鼎沸，以及过去多次跑波马时其实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里，我暗自告诉自己，明天跑到这里时一定要向右看一下。这次去波马呢，没有什么成绩上的企图啊，所以订住宿订的也比较晚，和 Max 还有 NJ 我们一起在起点附近的小镇上找了一个 Airbnb， 整体住下来呢，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地点是在 Northborough， 距离波马的比赛起点的 Hopkinton 大概开车是20分钟，离城里呢则需要近1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是比较适合那种赛前想好好的休息，比赛日呢又有朋友能够把你送到起点的跑者的。这回我跟 NJ 还有 Max 住在起点附近的 Airbnb， 这房子其实挺大的，大概是这么个环境。早上我们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在这附近跑步，但最后还是去伤心坡了。我现在一个人回来再休息一会儿，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这个比赛周真的休息得很不好。大家看一下进来之后大概是什么情况吧。进来就是这个房子进来就是客厅，厨房里我们堆了一些水和面包啊。
稍微有点乱，大家凑合着看。它这个卧室我觉得设计的非常的糟糕，3个房间挨在一起，任何一间屋稍微有点动静，隔壁都听得一清二楚。幸好我和 Max 还有 NJ 都是属于那种动作比较轻，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所以睡得都相对比较好。3间卧室对面就是卫生间，另外还有一个卫生间是在楼下的地下室。这回像什么起夜啊，或者是早上起床的早，怕影响到别人，我都是小心翼翼的走到楼下去的。哦对，楼下还有一个跑步机，不过我好像没有录视频，就这样吧。总的来说呢，这回是我这么多次跑步马以来第一次住 Airbnb。相比于现在钟点动辄500-600美金一晚的价格哈，我们这回在起点住，加起来2天，人均只有300多，还是因为订得太晚，好的选择已经没有了，订得相对较贵。所以明年是博马的130届，预计会报名非常的火热。我最近已经开始看住宿了，发现如果提前1年订的话，有不少很不错的位置及价格的选择，赶紧和朋友们商量着一起先订了吧。周日中午的安排是很早就确定下来的，参加波士顿当地的华人跑团奔跑团的聚会。奔跑团的家谈会经常是一票难求，像这回很多的跑友都是因为没抢上票没来，但是呢还是能见到很多认识了多年的跑友，比如说这位冠宇。我和冠宇第一次见面就是在2018年的奔家谈会上，那一次的活动我也仍然是记忆犹新啊。从纽约来的小伙伴比较少，我是跟蹦儿跑团的朋友们坐一桌的，桌上有很多至今其实仍然在跑，但已经不怎么参加比赛，也不怎么出来 social 的跑者们。我经常调侃说啊，他们这些才是真大神，不像山鱼小月这种还在网上跳的呀。哎，有点想念这些跑友吧，真的是超级感谢那些年刚开始跑步就认识的这些跑友，是他们给到了我学习跑步最科学的途径。我在受益之后呢，也在尝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跑步向外去传递，而这也是我分享跑步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吧。摄像头一开你就得开始演，笑吧，可以开始笑了。吃，快吃！来拍了，赶紧吃。我们这边也在吃，我在吃这个。吃饭。那个在摄像的姐姐是赵香，叫香姐。对，这家谈会上呢，奔的领导们首先发言，然后让大家分跑团的做介绍。第一个就把我推出来了，我真的是爱人属性大爆发，非常做作的说了下我们是来自纽约的新风跑团，大家来纽约跑牛马的时候可以来找我们。我记得我当时的眼神非常的飘忽不定，现在想起来觉得脚下已经抠出了31厅了，希望在场的朋友们没有看出来，不过怎么可能吧。后来上去的来自澳洲的大艺人 Jamie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这么深刻的理解了爱人是艺人的玩具这句话。欢迎大家来悉尼马拉松世界第7大满贯赛事，感谢过去几年参加悉尼马拉松的选手们，谢谢你们，所以今年你们来，我罩着你们，我们 MRB 是悉尼马拉松的官方合作跑团。然后81岁的跑者和来自北京的视障跑者呢，都有做自我介绍，令人钦佩啊。席间很多朋友呢都说看过我的赛道策略视频，过来 say hi。瓜哥被叫做哦对，你就是视频里头的模特儿，当时真的是让我笑岔气了。然后呢，同来自四川的老乡合影，还比较开心。只是后来就一直在拍照，都没有时间干饭了，于是得空就和瓜哥赶紧的吃。本来一开始还没有什么胃口，结果后来一不小心吃了好几碗饭。饭后是大合照节目，大家一起走到了旁边一个叫 Chestnut Hill 水库的地方。忽然想到，这里难道不就是我常刷到的一个奔的大神刷圈的地方吗？所以今天也算是朝圣了吧。再来一次，2025博马
奔等加团会结束之后呢，又去见了朋友，回到住宿就实在是太累了，不想跑太远。朋友们为了将就我，不让我一个人吃晚饭，就大老远开到我住的 Airbnb 旁边一家叫成都的餐馆吃晚饭。说是叫成都啊，实际主要都是些美式中餐，店里的服务员也都是美国人，除了我们的其他顾客也都是当地人。但有一说一呢，纯家餐来说，这里的选择还是挺多的，而且味道不差。所以如果是住在起点附近的话，我还是会推荐这家餐馆的。赛前晚上的定妆环节，顺道跟朋友们分享了扎臂部的小细节，就是别针不过4个角的洞洞，而是直接都扎在臂部的纸张上，这样是最牢固的。观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都可以试一下啊。比赛前一晚其实睡得很不错，比赛日当天早上很早就醒了，养神到了6点15才起床。这时候 Max 早已经洗漱好了，我们寒暄了2句，聊一聊昨晚睡得怎么样，今天的比赛计划是什么。我呢则是照例喝蜂蜜水上厕所，然后跟以往比赛日早晨完全不吃干的食物不一样的是，因为波马是10点钟才比赛嘛，所以这回吃了抹了蜂蜜的白面包，肠胃的反应还不错。脆弱的肠胃反正这回是经受住了考验啊，但毕竟比赛的时候没有跑太高的强度，所以是我不能完全是当做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的。早上我们先开车去爱跑的存包点存包，这张照片是和爱跑的金鱼姐照的。这里呢要特别的感谢爱跑提供的起点存包服务。大家都知道波马是一个点对点的比赛，只有在终点才有存包的服务。对于我们这些住在起点附近的跑者来说呢，几乎只能靠朋友在终点来接，以提供手机和赛后的保暖的衣物等等。但爱跑的这个存包服务的出现，就提供给我们赛后第一时间能够换上厚的衣服保暖，以及拿到手机后和亲友们联系。所以总之呢 ，take nothing for granted， 爱跑的组织者们辛苦了，在终点等了1天的姐姐也辛苦了，真的非常的感谢。然后是到起点附近官方坐 shuttle bus 去运动员村的地点，和 Max、瓜哥、硕哥还有 Brandon 拍了合照。硕哥和 Brandon 和去年一样，再次专程的赶来给我们加油，早上送我们到起点这里，是我们最重要的助力。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给硕哥一家人、Brandon 一家人敬礼。当然，明年争取咱们一起上赛道，可以吗？至少 Brandon 你是 Q 了的，别等你的好基友硕哥了，先把名给报上，行不？ What's your identity? 牛逼，牛逼！今年特地在坐上官方去运动员村的 bus 之后打了个表，发现正常只有2迈的距离，这次摆渡车走了整整8.6迈，用25分钟之多。这路线也是绝了，一个 V 字形。V 字不一定代表着 victory 啊，也有可能只是给自己比了个2。我基本上从去年的波马开始就不怎么带相机上赛道了，也没有再用手机或者是相机记录赛前在运动员村或者赛道上的画面。我并不认为不拿手机就代表着对成绩有多么极致的追求，只是觉得赛道上的每一刻已经足够值得自己用心去感受，而不一定需要用相机去记录。在北美的比赛穿红色队服的一大好处就是会收获华人跑团拉拉点摄影师的照片，这里就放了一些吧。路上还有咱们频道上的观众的加油，真的相当的感谢。这回没有特定的配速目标，但基本的原则还是在伤心坡前收着跑，过了伤心坡的下坡再逐渐提速。前面呢执行的就颇为的保守，前几公里的下坡甚至比我正常的马拉松配速慢了整整半分钟。然后到10公里左右吧 ，Max 从我身后超过去，于是就稍微加了点速和 Max 跑了一段，这也是你看到我的配速有一段加速了一个原因。但后来他状态不好就掉速了，目标250只跑了313，崩得非常的惨。不过我们都怀疑他是因为穿了前2天在波士顿新买的 Trek 史密斯新出的碳板跑鞋所导致的。不过他自己说是不怪鞋啊，就是状态不好。我和 Max 一起跑的时候呢，被瓜哥叫住了，他在前10公里还跑出了 sub 250的配速，结果膝盖的伤势实在是疼痛难忍，遇到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可能会退赛。我大概之后有很长的时间都在担心他的状态，于是过了终点第一时间拿到手机就 track 他，结果这兔崽子竟然312完赛了，完全不是之前跟我说的那种糟糕的状态。不过这家伙啊非常有意志力，
膝盖现在确实是不行了，也不说养一养，每天反正还在坚持他的 daily 5K， 已经坚持了有1370多天了。我反正对这种行为是一概归类为贪嗔痴，拿得起放得下，停了咱还能重新的续起来，这才是真牛，你说对不对？今年的波马牛顿4连坡应该是我跑过的最轻松的一次了，但这个轻松呢，多少是拜自己确实受了很多力所赐，基本就是50%的努力程度在跑，想着说过了伤心坡之后的下坡再发力，结果今年波马着实再给我上了一课，就是前面已经如此的收力了，但后面的下坡还是一加速就感觉到肌肉在跳，可能抽筋儿，所以干脆就还是苟着了。后来的里程呢，也就是还是算了算，怎么着都能保一个3小时以内的成绩了，就尽情的享受全程的欢呼吧，也不折腾了。后程倒是这个配速都超了不少人，波马是真的难跑啊。最后1公里遇到了乐天，基本上一起跑完的，他披了一面国旗跑，还录了全程。据说本来还想直播，结果因为 IP 地址的原因没有播成。哎呀，要破3成功了，大神过山，哎，太牛逼了！赛后照例是各种的拍照，然后赶紧去找爱跑的存包点拿衣服，手机查询瓜哥的状态。This man 跟我说要 drop out。谁说要drop out？蹭完了。啊，怎么分裂去了？你不要你的膝盖了。Are you insane？我这样跑的。怎么样，这位？对，结束了，完赛就好，跟他差不多。卢卡斯带我冲线。之后还感谢卢卡斯把瘸腿的瓜带了过来。我们吸取了去年的经验啊，没有在终点的区域多做停留，赶紧去做官方的为起点的 shuttle bus。身残志坚。这位同学现在跟 runners 反方向，我们在干嘛？我们是过来搞笑的。就刚才我们过去找爱跑的存包，现在存包帮我拿到手机还可以拍一拍，我觉得还挺好。话说官方这个赛后的摆渡车是真的豪华呀，我们在外面看到就觉得特别的高级，应该是我坐过的最豪华的大巴了吧。车上还遇到了明亮，回程聊了一路。明亮这回呢虽然没有 PR， 但是也跑到24548的成绩，实在是恭喜他。话说回来，他们奔跑团的人都太厉害了吧，一哥上了3分钟的厕所都跑了233，要不然直接就破230了。二哥、三哥、4、5、6哥都是23几或者是245以下的。波士顿真的，他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是非常低调啊，不得不再次调侃自己，他们这些才是真大神啊，不像山与小月这种还在网上跳的显眼包。科科，到了起点之后，不得不再次吐槽的一件事是，这官方大巴直接把我们丢在了起点坐车的地方，但这地方离我们大家停车的位置还有挺远的距离。于是你就看到了各种赛后的瘸腿将军们一瘸一拐的挪动到自己的车上，还挺有意思的。之后呢，我载着瓜哥去和我们新丰的啦啦队英雄们会合。今年波马赛道上，新丰啦啦队的第一处阵地是经典的8.7英里小蜜蜂加油站，由硕哥和 Brandon 夫妇驻守。第二处是设在伤心坡接近坡顶的位置，由57、NJ 以及摄影师嘉诚组成。今年嘉诚在伤心坡拍下了很多打动人心的照片，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在恭喜你征服了伤心坡的标语下，捕捉到了跑者们背影的画面。看到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种情绪是摄影师通过镜头传递出来的意义。其实当跑过越来越多的比赛之后，你会发现大多数的照片不过是一些面无表情的大头照，背景呢则平平无奇，赛道也没有明显的特点。很多照片抛开了号码布，你根本无法分辨出它是哪一年、哪一天、哪座城市、哪场比赛拍下来的。所以地标和情绪才变得尤为的重要。比如能在伦敦塔桥、纽约的皇后大桥、东京塔、勃兰登堡门、伤心坡坡顶、芝加哥剧院这些大满贯赛事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下，记录下跑者与观众的互动，艰难的爬坡，或者是轻盈矫健的步伐，这样的画面才是真正值得珍藏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流水线一样的照片吗？还是只需要那一个能让我们一生铭记的场景就足够了？这回波马之行呢，基本上就到这里了，还有很多没有拍下来的经历都已经深藏在心底了，还有一些值得分享的话吧，这里再多说几句。赛后了解到547大 PR 跑了238，
很是羡慕并且嫉妒，没有恨。他说赛前偶遇了各种早已经破了240的大神，给了自己心理暗示，这回一定能破240。我就在想，那以后我是不是赛前也要尽量避免 social， 或者只跟 PR 比自己的目标成绩快的跑者 social？ 这真的是一个世纪难题啊！毕竟心理暗示确实是如此的重要。然后我们再分享一个基民叔在赛道上教老外喊牛逼吧。牛逼！基米叔真的是堪称我们新风的名片了。他在世界各地跑马基本上都穿新风的队服，也是以新风跑团的成员为骄傲。这里我就不得不再提我经常说的那句 What's your identity？ 真的，有些朋友为了品牌区1两件免费的衣服，就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份感、归属感给交换了。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以新风为你的 identity， 而是你要清楚你是谁，你认同谁，你想和谁并肩而行。只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选择了，才会在每一次出发和归来时感到骄傲，而不是空洞。当然，这里有的人可能会对我上升的价值不是很赞同啊，或者一时半会儿理解不了我这里讲的什么身份感啊、归属感的重量。没关系，每个人的价值排序是不一样的。但有的时候，别人为什么认识你，又是以什么的身份认识你？素不相识的不同的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跑团的朋友为什么会记住你？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请不要把任何一份被记住、被认同、被尊重的机会当成是理所当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一路跑下来，真正值得骄傲的，从来不是那1两件衣服，而是我们一起选择、一起守护的那份归属感。最后，我再分享力哥赛前写的一些话吧。取替补的路上看到了一句话 ：“The only thing you need is everything you have。”你唯一的需要就是你现在的所有。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是我们的训练、体感、心率和日积月累的自我掌控。把握好力量的分配，前面够隐忍，后面够努力，跑出来的结果就是该你的。努力不放弃，和自己和解，对自己满意。The only thing you need is everything you already have。这句话真的好好啊！跑了这么多年步，今年波马已经是我跑过的第33场马拉松了。这几年我有好几年吧，感觉自己确实对 PR 没什么信心了。明明有的周期已经练得很好了，就是没有那种头几年跑马时破釜沉舟的勇气了。身体也逐渐趋于无限的保守，训练总是收一点，比赛呢总是放一点，于是 PR 可能确实就没有到那里吧。所以这回波马放掉真的也是对的，不跑东京和伦敦也是对的，回到自己熟悉的节奏，减少比赛，1年就安心的准备一场冲 PR 的比赛。长周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好了，这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不要忘了关注我的频道，点赞评论支持我的视频创作。我是山小月，我们下期再见。